今天如果有人拿一饼30年的普洱茶给你，你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哇，老茶很珍贵，还是等一下，这东西放30年了，真的还能喝吗？这里是茶学笔记，我们用科学把茶讲清楚。这个担心其实不是没有道理。普洱最迷人的地方是时间，可是大家最担心的也正是时间。尤其普洱茶不像一般茶叶，它会经历长时间的后发酵与储存。有些老茶一打开会看到一些白点，像菌丝一样的痕迹，甚至闻到一点苍味。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是不是发霉了，接着就会想会不会有黄曲毒素。所以重点不只是茶里有没有霉菌，而是这些霉菌有没有真的产生毒素。那到底有没有研究是真的把老普洱拿去检验农药和霉菌毒素的？有的，就是在2023年有一篇发表在国际期刊《分子 Molecules》的研究，他们搜集了31款普洱茶，有生茶，也有熟茶。那这批茶的年份范围非常广，是从2021年的新茶一路跨到1900年的老茶。等一下，1900年，所以这篇研究是真的连那种上百年的老茶都拿来验？对，那个研究里标示的样本就包括了1920年的晋昌号，还有1900年的宋聘号。在这个研究进行的时候，一个已经超过100年了，另一个甚至超过120年。哇，这真的很少见呢。那他们拿这些茶到底是去验什么？主要是分2大类啦。第一类呢是31种农药残留，那第二类呢是6种霉菌毒素，这就包括大家最熟悉的黄曲毒素 B1、G1、G2， 然后还有一种叫做脱氧血辅镰刀菌新醇，也就是 DON 毒素。另外还有 T2 毒素以及玉米赤霉新酮，简称 ZEA。那个研究团队是用超高效液相晨曦串联质谱，也就是 UPLC-MS 来分析这37种目标物的。好，那我们先看农药的部分，结果怎么样？这个结果很干脆，这31款茶里面，研究所定的31种农药是全部未检出。哇，31款茶，然后31种目标农药全部未检出。那大家最怕的那个霉菌毒素呢？这部分就不太一样了。果然，在23款生茶里面，有12款是至少验到黄曲毒素 B1、G1、G2， 或者是 DON 毒素的其中一项。然后另外31款茶里有4款是有验到 T2 毒素的。所以其实还是有毒素了。确实是有验到，不过这个关键还是要看它的浓度啦。这些验到的浓度其实都没有超过研究引用的那个官方限量标准。那我们直接来看大家最关心的老茶好了，像刚刚提到那个1920年的晋昌号，它到底验到多少？研究里标示为1920年的晋昌号，它的黄曲毒素 B1 是0.8 ppb， 然后 G1 是0.1 ppb， G2 是0.5 ppb。而那个研究拿来比较的官方限量标准，这3项其实都是5 ppb。也就是说，虽然它是有微量检出，但最高的也只有0.8 ppb， 这连研究引用的5 ppb 限量的1/5都不到。对的，而且如果我们再往更老的看，就是那个1900年的宋聘号，它的黄曲毒素 B1、G1、G2 还有 T2 毒素跟 DON 毒素是全部都未检出。等一下，这就很反直觉了吧？如果我们的直觉是说茶放得越久，霉菌毒素就越容易慢慢累积的话，那放了100多年的茶不是应该会更多吗？可是这批样本并没有呈现出这种简单的关系。像研究里那些30年以上的生茶，只要是有验到黄曲毒素 B1、G1 或 G2 的，它的浓度其实都低于1 ppb。那问题就来了呀，普洱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后发酵和储存，毒素不是应该要慢慢累积吗？为什么这批茶居然没有？关于这点，研究团队有引用前人的研究
然后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可能解释。哦，怎么说？就是过去有实验发现，生茶和熟茶的茶萃取物是可以让这个黄曲霉菌产生的黄曲毒素大幅降低，将近90%的。将近90%吗？这么多？所以意思是茶叶把霉菌杀掉了吗？其实没有，这才是最有意思的地方。那个霉菌的菌丝还是可以生长的，但是它产生的黄曲毒素却大幅下降了。你大概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工厂还在，但专门制造毒素的那条生产线，被关掉了。哦，我懂了。所以有霉菌存在，并不等于它正在大量制造毒素。那茶叶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特定的成分在影响它呀？对，研究团队还有提到茶叶里另一个成分叫做末石子酸，也就是 gallic acid。过去的研究就发现，如果这个末石子酸浓度越高，那它抑制黄曲毒素形成的效果也就会越明显。那这个末石子酸跟熟茶之间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渥堆。那个研究团队引用的前人研究就显示说，熟茶在经过渥堆发酵之后，这个末石子酸的含量是可以增加超过11倍的。这也可能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这篇研究里面的新制熟茶里面是完全没有检出黄曲毒素的。11倍，哇，这跟一般人的直觉真的差很多哎。因为大家看到渥堆那种又热又湿的环境，第一个想法通常都是，这不是更容易长霉菌吗？没错，但是渥堆其实不是只有温度和湿度改变而已，茶叶里的化学成分也是同时在改变的。所以我们不能只看有没有菌，你还要看这些菌它是处在什么环境里，以及它有没有真的产生毒素。原来如此。不过我看到研究里好像还有另一个很特别的结果，就是那个 DON 毒素。对，有7款生茶是有验到 DON 毒素的。这些都是老茶吗？刚好相反，这7款其实全部都是储存12年以内的生茶，然后浓度都低于70 ppb， 反而是那种长期储存的老生茶没有验到 DON 毒素，而且熟茶里也没有验到。哦，所以这里的状况也不是时间越久毒素就越多咯。对的，研究团队是有提出几个可能的解释。第一呢是 DON 毒素本身是水溶性的，过去的研究就发现说，加工过程如果同时有水分跟加热的话， DON 毒素可能是会下降的。因此熟茶在渥堆时的那种高温高湿的环境，可能就进一步降低了 DON 毒素的浓度。那微生物本身呢，会不会也有受到影响？有可能。研究团队有提到，在普洱发酵的过程中，曲菌属也就是 Aspergillus， 它往往会成为优势真菌，而那个跟 DON 毒素生成有关的镰刀菌属，也就是 Fusarium， 就相对会比较少。哦，也就是说里面菌相的主角换了。可以这样理解，没错。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个空间和养分都有限的社区。当某些菌变成优势族群的时候，其他菌的生长也就可能受到影响了。所以这种微生物群落的变化也很可能跟 DON 毒素的结果是有关的。所以一方面是水分和加热可能让 DON 毒素降低了，另一方面则是菌相本身也在改变。没错。所以看到这里有3个结果是真的都跟一般直觉不太一样，就是研究锁定的31种农药全部未检出，然后100年老茶的黄曲毒素很低，甚至未检出。另外就是冬毒素反而是只出现在储存12年以内的生茶里面。对的，时间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像是茶叶里的化学变化、微生物群落，还有加工条件，这些也都是可能一起影响最后的结果的。听到这里，那些爱喝老茶的人大概已经在心里暗爽，想说你看吧，我就说老普洱绝对没问题。不过这31款茶毕竟还是只是这篇研究里面的特定样本了，它不是整个市场的随机抽查，所以也不能直接代表所有的普洱茶。所以其他的研究里面也有验出过不一样的结果吗？有的，同样是在2023年，有一篇发表在国际期刊《微生物学前沿》（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 的回顾文章。他们把过去黑茶和普洱茶的霉菌毒素研究整理在一起，这个结果呢，就有些不同了。其他研究是验到了什么？其中有一项研究检验了10个普洱样本，里面就有2个是验出了黄曲毒素 B1， 数值分别是 3.1 和 7.5 ppb。哇，所以其中那个 7.5 ppb 的，它其实已经高于前面研究引用的那个5 ppb 限量了耶。对，然后还有另一项研究是检验了60个普洱样本，
其中就有7个样本的黄曲毒素 B1 是超过5 ppb 的。那这样不就跟刚才那31款茶的结果完全不一样了吗？对的，但这其实并不代表哪一篇研究是错的了，因为这根本不是同一批茶嘛。这反而是说明了普洱茶真的不能只靠年份这2个字来判断它的安全性，因为原料、制成还有储存条件如果不同，最后的检验结果本来也就是可能不同的。好，所以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一饼普洱如果放了30年、50年，甚至100年，它到底安不安全？就这篇分子的31款茶来看的话，研究锁定的31种农药确实是全部未检出的，那验到的霉菌毒素也都没有超过研究引用的那个官方限量标准，而且这批茶也没有呈现出所谓年份越老毒素越高的这种简单关系。对，所以这31款茶的检验结果确实是很好，但也不能直接说市面上所有的老普洱就都是安全的。没错，因为其他研究确实也有验出过比较高的黄曲毒素，所以年份本身是不能直接代表安全或是危险的。要判断一饼老茶，我们还是要看它的来源、制成、储存条件，以及它实际的检验结果。那如果今天有一饼茶，它已经明显受潮，甚至是发霉了，有人就会说，哎呀，这个没关系啦，只要洗茶洗个2次就好了。这样的话，你会喝吗？我是绝对不建议的啦，因为这篇研究并没有去比较冲泡前后的霉菌毒素差异，所以我们不能拿它来证明说洗茶2次就能把霉菌毒素去掉。这茶如果已经明显发霉了，洗茶是绝对不能当做安全保证的。懂了，所以我们看老茶真的不能只问这是几年的，还要问这些年它到底是怎么保存下来的。有霉菌不等于一定就有霉菌毒素，但年份也绝对不等于安全的保证。没错，老茶的价值真的不只有年份而已，它的来源、制成还有储存条件是一样重要的。所以我反而会去想说，当我们在追求老茶风味的时候，这个安全的储存是不是也该跟年份一样，成为老茶价值很重要的一部分啊？对，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看待老茶比较完整的方式。这里是茶学笔记，我们不神化老茶，也不妖魔化微生物，用证据把茶讲清楚。那我们就下集见喽。下集见。